突发新闻：一名携带霰弹枪和汽油罐的男子在潜入特朗普家里的途中被击毙。大家好啊，我是戴红。在2026年2月22号，美联社报道，当日午夜1点30分左右，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一名持枪男子从庄园的北门进入，然后被2名特勤局特工和一名棕榈滩县副警长拦截。当时他随身携带了2件物品，一个汽油罐和一把猎枪。警长感到了头皮发麻呀，立刻要求他放下武器。随后，男子将汽油罐放置于地面，然后拿着猎枪，做出了一个射击的姿势。特工和警长那是眼疾手快呀，立即开枪先发制人，把该男子击毙。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此男子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21岁男子奥斯汀·塔克·马丁。在此之前呀，其家人曾报案称他失踪了。随后，警方来到马丁家中，想要知道马丁如此做的动机。马丁的表弟格雷登·菲尔兹得知此事之后，表示难以置信呀。他认为表哥马丁是一名性格内向、从不谈论政治、害怕枪支、连蚂蚁都不想伤害的乖孩子。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家庭都是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呀。刺杀特朗普这样的事儿，实在是想都不敢想。对此我不得不怀疑哈，会不会是马丁的原生家庭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最终导致其逆反心理大爆发，才出现了现在的剧情。美国特勤局局长肖恩·科伦周日表示，他正在前往佛罗里达州听取有关枪击事件的简报，并与参与应对行动的人员会面。这对肖恩的事业来说很重要，因为他的前辈特勤局前局长金伯利·希特尔曾因在2024年特朗普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的一次竞选集会上遭遇暗杀未遂后未前往现场，而被大家狂喷，以至于辞职。值得一提的是，对美国政府方面的袭击行为，其实在最近2年并不算罕见。在此事件不久之前的2月18号，一名18岁佩戴着战术手套和战术背心的男子，手持一把装满子弹的霰弹枪，冲向了美国国会大厦，随后被捕。在此人的车里还发现了头盔和防毒面具。关于此事件的细节还在调查之中。在特朗普第2次上台之前，也发生过几次对他的刺杀事件。在2024年9月15号，一名名叫瑞安·鲁斯，年近60岁的白人男子，藏身于西棕榈滩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围栏外的灌木丛中，手持一把步枪，疑似在进行暗杀行为。在藏匿了近12个小时后，鲁斯等来了他心心念念许久的特朗普。当时他距离特朗普只有366米。就在此时呀，鲁斯被特勤局的特工发现了，然后特工光速拔枪，对着鲁斯是连开4枪，但应该都没有击中。之后鲁斯逃离了现场，随后在周边县被捕。2025年12月18号，瑞安·鲁斯被判处5项罪名全部成立，其中包括企图刺杀一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最终，鲁斯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在法庭中，鲁斯十分不满这个判罚，他认为枪支扳机从未被扣动，很难相信这算是发生了犯罪。而特朗普表示，正义得到了伸张啊。在此事件发生前2个月左右的2024年7月13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的特朗普竞选集会发生了那件十分著名的刺杀事件，也是让特朗普封神、能够重回总统宝座的关键事件。当日上午，刺客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驾车前往了集会地点。到了傍晚6点03分，特朗普登台，现场是人声鼎沸呀。克鲁克斯此时通过攀爬 AGR 国际公司最北端建筑之间的空调机组，登上了建筑群的屋顶。之后，他穿过一系列相连的屋顶，抵达了最南端屋顶的射击位置。这个地方距离舞台的正北方大约120到140米。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群众发现了可疑的克鲁克斯，并且向警方报警。然后至少4名宾夕法尼亚州的执法人员向他靠近。之后，双方发生了枪口相向的对峙。由于克鲁克斯占据了有利地形，执法人员一时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当日18点11分33秒，情况突发，克鲁克斯向集会现场开了8枪，击中了特朗普和3名集会参与者，其中1人不治身亡。由于特朗普在演讲时喜欢摇头晃脑、左右横跳，所以他很幸运地躲过了致命的一枪。特朗普捂住了受伤的耳朵，随即躲到了演讲台的后方。特勤局人员迅速上前将其团团围住进行保护。在数秒之后，克鲁克斯被特勤局的一名狙击手击毙。事后，特朗普称是一张展示移民数据的大型图表救了他的命。在第1枪射出前，他正好转头向右指向那张图表，这个动作缩小了他头部朝向枪手方向的侧面轮廓，使他免于了头部中弹。非法移民和特朗普果然是一对苦命鸳鸯呀。对
对此事件，大家伙都提出了巨大的疑问：这个克鲁克斯是不是民主党派来的刺客呢？虽然很多人都认为这简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啊，然而根据调查，这个事情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克鲁克斯的政治倾向十分的不明确，他既是共和党人，又向民主党捐过款。于是专家们普遍认为啊，这人其实是想搞一场大规模的枪击，而不是仅仅针对特朗普。他选择了这场集会，可能只是因为这里人比较多而已。然而对特朗普的刺杀行为还有更早的案例。早在2016年年底，特朗普还没上台的时候，一名名叫迈克尔·桑福德的20岁白人男子，在一场位于拉斯维加斯的集会上，抢夺了警察的枪，试图朝特朗普射击。这是一个英国人，他是来美国度假的，但是不知怎么的，他恰巧获得了一张特朗普竞选活动的门票，然后事件就发生了。对于这名善良而又年轻的英国白人男子，律师表示他有自闭症、癫痫和强迫症、焦虑症。他的母亲认为他需要被从轻发落，因为他需要受到治疗。而法官也认为啊，桑福德的心中没有恶意。而桑福德对这场荒唐的夺枪刺杀闹剧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他愧疚地表示没错，我就是想杀了特朗普，阻止他当美国总统。关于特朗普相关刺杀事件的介绍在这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就能点个赞加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